家好，我是松松。不知道大家玩模组包或者模组的时候，是不是遇到界面都是英文的，不知道该从何玩起呢？今天我们就要来介绍一个让你的模组全部都变中文的资源包。至于怎么做呢？让我们开始吧 ，Let's go！首先来介绍这个资源包实际使用起来的状况如何。那你看这边几乎全部的内容都是英文的，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来施展魔法了。选项资源包，把这个资源包给载入进去，完成。稍等一下，当载入完成之后，就会发生一件奇妙的事情。这时候打开你的 JEI， 你就会发现很多部分都变成中文了，中文。你也可以从这边看，都有中文化的影子。这时候就可以解决你游玩的时候看不懂英文的问题啦。那接下来我们会分几个重点来介绍这个资源包，分别是一、使用后的情况长怎样，就是刚刚我们拍摄的。二、特色，这个资源包的特色究竟在哪里？三、要如何使用安装，就是如何把这个资源包装到你的模组或者模组包呢？四、如何协助我们的翻译，如果你发现这个没有翻译到，或者说这个翻译的太烂，你都可以协助我们一起翻译。那我们就开始来吧。第二部分开始，下来是关于这个资源包的特色。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网站的首页这边呢，可以看到底下要写几个特色，然后官方网站的这个连结在影片的资讯栏有哦。然后这些特色的按钮都是可以点下去的例如说我这边要回报问题就点下去，这边就会显示说你要怎么回报这个资源包的相关问题。刚刚有人跟我说这个像蟑螂，我觉得不像。然后还有一些简短的介绍，你可以在第二页这个介绍这边看到。接下来呢，要来教大家如何使用我们这个资源包。你可以在第3页这边呢看到文字版本教学。那我们现在拍摄的叫影片版本的教学。首先一样，再回到首页，这边呢有几个选项，下载的选项。这边有2个下载的选项，选择一种你喜欢的方式下载，例如说我要用这个版本下载。然后这边有个下载资讯会显示版本，以后也会陆续增加更多的版本。那我现在要用 1.16 的，我就按点我下载，然后就下载下来了。接着这时候呢，我们进入 MyQuive， 然后点击选项资源包，开启资源包资料夹，点下去。这时候它会帮你打开一个资料夹，接着到我们刚刚下载下来的档案然后把这个档案右键按下复制，然后回到这个资料夹之后右键贴上，把资源包弄过来。这时候呢，回到游戏中应该就会出现这个资源包。如果没有出现，你可以再按完成，再按资源包一次，通常就会出现。然后要载入这个资源包的时候呢，你可以按这个箭头把它载入进来。然后上面有显示这个资源包的版本是 1.16 的1721个版本号。没错，这资源包到现在已经变更了1700多次了。然后点下去，按下完成，等它稍微跑一下。这个载入的速度呢，会依据你的模组数量，还有你的电脑效能而定哦。然后完成之后呢，这时候你就可以进去你的游戏里面游玩啦。然后推荐大家装这个中文资源包，可以安装这一个模组，因为内容被中文化之后呢，很多模组里面的物品可能都要用中文说，所以推荐大家装这个模组。模组的下载链接也附在影片下方哦。然后就可以像这样很方便的输入中文，不会遇到卡键。至于如何安装的话，我们就教到这里了接下来要来教大家如何协助翻译。在首页这边，你看到一个参与翻译的，点下去，然后这边会叫你看这个翻译规范与指南，就点这个点我查看就可以查看咯。查看完之后，你就可以按查看翻译教学，然后往下滑，这边会叫你先前往翻译网站的时候，我们点下去。
然后就会导向到一个网站。好，到这个网站之后呢，你记得要注册它的这个账号。注册完之后，你就可以点击这个繁体中文的图示，点下去。进去里面呢，你有看到几个选项？这里呢，你可以搜寻你想要翻译的模组 ID， 搜寻到之后就可以进去翻译，或者说你没有特别要翻译哪个，可以按这个翻译全部。那我们这边就先选择翻译全部咯。如果你只要翻译特定模组的话，你可以使用搜寻功能。进来这个界面之后，我来介绍这个翻译平台该如何使用啦。首先你会看到左侧边这边有很多串英文，就是原文，你可以这边选择你想要翻译的原文，然后这边也有个页数选项，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页数，或者可以按这个箭头来前往不同页。然后这边呢是它的原文，这边叫你输入翻译，例如说这个中文叫做活化种子好了。然后我这边输入完之后，我只要按下这个 SAVE 就可以储存这个翻译了。按下去，有没有发现这个红变绿？绿色代表是已经有被翻译过了。那像这样子就可以把这个东西翻译成活化种子咯。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右侧边这边该如何使用吧。在这边呢，你可以讨论关于这个字串的相关翻译。你也可以提出问题，按下这个问题就可以提出问题。这边还有几个问题选单。然后第二页呢，就是所谓的翻译记忆库，你可以把这边当做一个你翻译的参考。例如说，我今天不知道 LOG 这个是什么意思，可以在这边搜寻。然后你就会看到哦，它有原木的意思。也可以当做木头的意思，然后也可以当做记录的意思。接着第三页就是可以新增一些词库，就像这个是麦块的专有名词叫石英，然后这个叫什么石英蜜蜂，那你可以把这个石英新增到这个字库里面，就新增这个东西，然后它的中文叫做石英。例如说，我可以增加一些叙述在里面。或者你可以新增一些模组里面的 boss 它的叙述是什么，都可以在里面新增哦。那我就一样 ADD， 这时候呢，你滑到这个石英上方，你可以看到它这边就会显示刚刚我们新增的内容哦。你也可以使用把整个翻译下载下来，然后再上传翻译的方式。当然，初学者我是不建议这种方法啦。你可能翻译比较熟悉了，你就可以使用这种方法，搞不好也可以加速你的翻译效率哦。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里啦，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觉得这部影片还不错的话，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再见，拜拜。